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古怪的问题：地方本身能不能带着邪气？有没有那么一些地方，像是被某种恶意的力量渗透，久而久之就成了诅咒之地？放眼世界，这样的地方还真不少。而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澳大利亚几个最让人心头发凉的地方。在这些邪地里，最有名的之一要数黑山 （Black Mountain）。它耸立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荒野中，远远望去就像一块突兀的阴影，跟周围的灌木林和桉树格格不入。黑山不是普通的山，而是一大堆漆黑巨石堆成的庞然怪物，像是谁用巨人般的手把这些石头从天上倾倒下来，随意砸在这里。关于黑山的传说和怪事，从很久以前就流传开来，这里早就被当地原住民视为禁地。他们坚信这片山体隐藏着不祥之力。的确，这地方的氛围阴森的吓人，有人见过不知名的怪物，有人拍到过奇怪的光亮，还有不少人走进黑山后，就像被大地吞没一样，再也没有回来过。黑山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黑山国家公园内，距离库克镇大约25公里往南的地方。它那古怪的外形，简直就是天生为恐怖传说和怪谈量身打造的。远远看去，黑山像是一整块漆黑的巨石，孤零零地压在原始森林之上，像个沉默的巨人守在那里。但只要走近一看，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整块岩石，而是由无数巨大的花岗岩石块堆积而成，有些石头足足有6米多长。这堆黑色巨石群从地面拔地而起，高达900英尺，像一堵要把天空割裂开的墙。这些巨石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亿5千万年前，当时岩浆冷却凝固，形成了它们。它们的表面没有一丝泥土，通体漆黑，是因为外层覆盖着一层铁和锰的氧化物，再加上蓝绿色的藻类在裸露的石面上生长，才造就了这种暗沉到发冷的颜色。远远望去，这些岩石就像被地狱烈火烧灼过一般，散发着一种阴沉而不祥的气息。这些巨石东倒西歪地堆在一起，像是某个巨人故意搭建的迷宫，里面到处是曲折蜿蜒的通道和洞穴，直通山体深处。有时候它们会突然吐出一股股炽热的气流，那是白天被太阳烘烤后积聚的热量。这种热度还让黑山有了更多古怪的脾气。白天石头在烈日下被烤得滚烫，一旦遇到冷雨倾泻，就会慢慢裂开崩解，有时甚至会在山间猛地炸裂，像大地发怒一般。这样的景象只会让这里的氛围更添一层不安与恐惧。更诡异的是，那些滚烫的气流会在地下的通道和深渊间穿行，发出奇怪的声音，有人说像低沉的呻吟，有人说像尖锐的惨叫，甚至还有人听到过哭泣、哀嚎或者阴冷的嘶嘶声。偶尔山体深处还会飘出一股腐烂的恶臭，仿佛来自某个地底深藏的不该被惊扰的东西。有着这样阴森的外表和诡异的脾气，黑山的身上自然少不了一段段黑暗的传说。当地的库库宁卡尔人原住民世世代代都避开这座山，他们叫它 Kokoyaka， 意思是长毛之地，有时也被直译成死亡之山。在原住民的故事里，这里是被诅咒的土地，是恶灵和妖魔的巢穴。他们潜伏在巨石的缝隙和深洞之中，等待着吞噬人类的灵魂。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个名叫食肉者的恶毒巫医的灵魂。据说他至今仍在山体深处徘徊，嗅着血腥味寻找下一个猎物。传说中，任何不幸靠近黑山的人都会被幽灵般的手抓住，拖入山的腹地，再也无法回来。而在山脚或山腰，常有人声称亲眼见过黑影在岩石间滑动，那些也许就是早已迷失在这里的亡魂。让黑山的恐怖气息更浓重的，还有一段血腥的历史。据说，在不远处的一个峡谷里，早期的欧洲殖民者曾残忍屠杀了大批原住民，那些死去的灵魂至今仍在山间徘徊，发出刺耳的怒吼，向世人索要复仇。尽管附近还有一些岩石和洞穴被原住民视为神圣之地，并且具有宗教意义，但 Kokoyaka 这座死亡之山，他们至今不敢靠近，
宁愿绕道而行。更诡异的是，直到现代，黑山依然是各种怪事的阵中。人们说，动物会莫名其妙地对它惊恐万分，还有传闻，这座山散发着某种邪恶的力量，连天空中飞过的飞机导航系统都会被干扰。由于这些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以及附近常出现的奇怪气流，大多数飞行员都会刻意避开这里的航线，宁可多绕一段路，也不愿冒险从山上空掠过。1991年，澳大利亚矿产资源局曾对黑山进行了一次航空勘测，想检测这里是否存在磁场异常或辐射问题，结果一切数据都显示正常。然而，飞行员们关于导航干扰的报告却一直没停过。或许这并不奇怪，毕竟黑山早就是 UFO 爱好者的热门话题，这里常被人目击到不明飞行物和诡异的光团闪烁。还有传闻说，黑山的地下藏着庞大的洞穴系统，里面可能埋藏着从外星人基地到失落文明、古代陵墓，再到无价的宝藏应有尽有。据说，在那些洞窟深处，有遗失的黄金储藏、珍贵的历史文物，以及早已失传的古代手稿。而在所有传闻里，最离奇的一种是有人坚信，黑山下隐藏着一个秘密外星基地，那些不明飞行物正是从这里出发的。更骇人的是，据说那里居住着一只长着爬行动物特征的人形外星种族，他们在黑暗深处奴役着人类。那些深信这种离奇说法的人，还进一步解释说，黑山上那些巨石的排列根本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显然是外星人亲手建造的整座山。也有人猜测，这些巨石是数千年前某个失落的古代文明搬运过来的，这个文明甚至在山体深处挖空了巨大的地下世界，并在那里繁衍生息。更疯狂的说法是，他们至今还生活在黑山的腹地，从未离开。除了外星与远古的传说，这座山还流传着另一类怪谈，关于那些栖息在山中的奇异生物。虽然这里的确生活着不少澳大利亚特有的物种，但传说中的居民可要离谱得多。在那交错叠加、像迷宫一样的巨石缝隙间，据说潜伏着体型庞大的巨蟒，而且它们丝毫不惧怕人类，甚至会主动发动攻击。在黑山的传说里，还有一种神秘的大型猫科捕食者，被称为昆士兰虎。据说它会在这一带徘徊，并且是附近多起家畜被袭击、残害事件的罪魁祸首。更诡异的是，偶尔有人声称曾看到过巨大的类似人形生物的爬行动物从山体深处的隧道和裂缝中爬出来。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目击报告提到，那些在黑山活动的黑影会一闪而过，若隐若现，像是在暗中盯着你。但没人能说清，那到底是真实存在的未知生物，还是某种超自然现象，又或者只是阳光和阴影在漆黑巨石上捉弄人眼的幻象。也许关于黑山最广为人知，也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传说，就是这里接二连三的神秘失踪事件。有人说，这座山曾吞掉过马匹，甚至整群牛群，就像它们被大地一口吸进了腹中。但更让人不安的是那些来过这里后人间蒸发的访客。原住民的传说里，早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他们的族人就曾在黑山无故消失。而有记录的第一起现代失踪案发生在1877年，一名叫格雷纳的信使骑着马外出寻找一头走失的小牛，结果这名男子、他的坐骑以及那头小牛全都像被空气吞没一般，再也没出现过。人们对格雷纳的失踪展开了大规模搜寻，却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他或牲畜的踪迹。最后大家只能推测，他们可能掉进了黑山巨石之间某个锋利而深不见底的裂缝里。几年后，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堂角杰克和他的几个同伙在枪战后逃进了黑山。自那之后，他们就像从世间抹掉一样，再无人见过他们的影子。警方随即展开了彻底的搜查，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更诡异的是，随着时间推移，黑山的失踪事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其中一桩最有名的案件发生在堂角杰克失踪的13年后。有一次，
驻扎在附近库克镇的警员瑞安带着几名追踪者，将一名逃犯一路追到了黑山。可就在他们跟着踪迹来到一处洞口时，线索突然断了，就像那名罪犯在洞口直接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瑞安决定亲自进洞查看，看看逃犯是不是躲在里面。可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走进去之后再也没出来过。而在那之后，没有一个人敢冒险进去寻找。逃犯和瑞安就这样一同消失在了黑暗深处。另一桩案件中，当地一位名叫哈里·欧文斯的男子外出寻找走失的牛群，迟迟没回。于是他的伙伴乔治·霍金斯报警后，亲自上山寻找。然而霍金斯也没有回来，警方只得对黑山展开搜查，寻找这2名失踪男子的下落。据说在搜寻哈里·欧文斯和乔治·霍金斯时，2名警员进入了黑山的一处洞穴，但最后走出来的只有1人。那名幸存的警员满脸惊慌，神情癫狂，似乎被里面的某种东西彻底吓坏了，以至于根本无法用连贯的语言描述发生了什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2名职业洞穴探险家专程来到黑山，想要解开这些失踪案件背后的谜团。结果他们自己也失踪了，连同几名进山寻找他们的追踪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来到1932年，一位名叫哈里·佩奇的背包客在黑山徒步时神秘失踪。几天后，人们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但死因不明，仿佛生命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夺走。这样的名单还在继续。除了佩奇的尸体之外，其他所有失踪者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没有脚印，没有物品，什么都没有。警方一次次展开大规模调查，却始终得不出结论，就好像这座山把他们活生生吞了下去。这种说法其实也接近官方给出的解释。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失踪者很可能是掉进了黑山密布的洞穴、裂缝和深渊，或者在探索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通道时彻底迷路，再也找不到出口。至于真相究竟是不是这样，至今仍无人能证实。可以肯定的是，真正敢深入黑山洞穴探险的人屈指可数，而那些幸运活着出来的更是寥寥无几。有一位经验丰富的丛林探险者，带着手枪和手电曾深入黑山内部，他的讲述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我踏进洞口，和黑山的其他洞穴一样，它向下急剧倾斜，越往里越狭窄。突然，我面前出现了一堵坚硬的岩壁，但在右手边有一条勉强能让我弯腰通过的狭长通道。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码，地面还算平坦，两侧是光滑的花岗岩墙壁，通道蜿蜒曲折，不断向地底深处延伸。渐渐的，我开始感到不安。一只巨大的蝙蝠拍打着翅膀从我身边擦过，我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很快，一股令人作呕的霉腐臭味钻进我的鼻子，然后我的手电熄灭了，周围陷入彻底的黑暗。不知从哪儿，仿佛是从大地的腹部深处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紧接着是成千上万只蝙蝠振翅的扑腾声。我开始慌了，摸索着，跌跌撞撞地往我以为的来路退去。我的手臂和双腿被看不见的岩石撞得鲜血直流，双手向前胡乱抓着，本以为能摸到坚硬的石壁或地面，却什么都抓不住。有一次，我误闯进一条岔路，走到尽头时，脚下突然空空荡荡，从回声判断，那绝对是个深不见底的悬崖。空气又浑浊又带着腐臭，我的头开始晕眩，脚步越来越虚。我脑子里不断闪过恐怖的画面，那些我在这座山附近见过的巨型岩蟒，似乎随时会从黑暗中扑过来。我一点点地爬着，身体越来越虚弱，心里渐渐绝望，觉得自己这辈子恐怕出不去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道细细的光线，那光像是生命的信号，让我浑身涌出一股死命向前钻的力量。我拼命朝那道光爬去，终于从一个比入口远半英里的小洞口钻了出去。一踏进开阔的空气，我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整个人瘫倒在地，精疲力竭。事后我才发现，自己在地下待了足足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手和膝盖支撑着爬行的。哪怕有人用国王的财富来引诱我，
我也绝不会再踏进那些洞穴半步。这是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警告着那些鲁莽或者说勇敢踏入黑山那股腐臭回荡着嘶嘶声的洞穴深处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或许也是那些在此无影无踪之人的最后一幕写照。这些失踪的灵魂究竟只是迷失在凶险的地形中，被山体如迷宫般的深渊吞噬，还是说在黑暗深处潜藏着更加阴森的存在？各种理论层出不穷，致命的裂缝、复仇的幽灵、巨蟒、UFO、外星绑架者、爬行类霸主，甚至是未被发现的捕食性猛兽。嫌疑名单既怪诞又漫长，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很少有人愿意去探查真相。那些曾经尝试的人常常描述一种愈演愈烈的迷失感，仿佛整座山在他们周围不断扭曲折叠，用一股无形的恐惧与窒息感笼罩着他们。这是一种在猎取肉体之前先吞噬心智的看不见的掠食者。许多洞穴探险者都说，在黑山的洞穴中探险是一种一生一次绝不想再重复的糟糕经历。于是大多数来到黑山国家公园的游客都很识相地选择远远地欣赏这座阴森的山峰，而不是冒险靠近它的腹地。不管你信不信那些围绕黑山的传说和鬼故事，这地方的确是个严酷冷漠的所在，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让人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压迫感与不安。你会觉得这座孤零零立在澳大利亚荒野中的巨石山，就连大自然本身都对它敬而远之。它是一个既充满自然奇观，又笼罩着谜团与无法言说恐惧的地方。昆士兰的黑山依旧高耸在大地之上，或许它只是堆积的乱石，但也可能正默默注视着你，甚至在悄悄召唤更多灵魂，加入它那数不尽的神秘与诡异之中。而在澳大利亚，还有另一处据说同样被诅咒的地方，却不像黑山那样显眼。它是一条外表平平无奇的河流——纳莫伊河。这条河全长约708公里，蜿蜒穿过新南威尔士州的北部高原与西北丘陵地区，流经冈尼达、博加布里、纳拉布里、威瓦和沃尔盖特等城镇。尽管纳莫伊河的大部分河段风景如画，但这副迷人的外表之下，却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带有明显恶意色彩的诡异事件。1908年，在纳莫伊河畔威瓦镇附近，有一处被誉为沿河最美的景点之一，当时深受露营者欢迎。就在这里，两位好友哈里·约翰逊和斯坦利·威廉姆斯搭起帐篷准备过夜。谁也没想到，这次露营之旅最终只会有一个人活着回去——斯坦利·威廉姆斯。在哈里失踪后，当地发起了大规模的搜寻，最终人们在河底找到了他已经腐烂的尸体，背上被绑着一根沉重的铁棒，那是马车常用的制动器铁条，显然是有人故意将它固定在他身上的。威廉姆斯很快就在那个偏僻营地附近被捕，警方怀疑他谋杀了自己的朋友。随后的审判揭露了这起案件的残忍细节，受害者的头骨竟是被铁锤残忍砸碎的。案件中的一个关键证词来自威利斯医生。1909年1月11日的《悉尼晨风报》曾刊登了他的说法：尸体暴露在空气中，可能有4到5天。我看到尸体时，估计死了不过半个月。今天早上，高级警佐谢里登把一把锤子递给我，我把它对准死者头骨上的破洞一比，正好严丝合缝，那裂痕就在耳后。尽管证据摆在眼前，他是最后一个和约翰逊在一起的人，案发地点就在他们扎营的地方。威廉姆斯依然死咬着否认自己有罪，可法庭最终也没能找到他预谋杀人的确凿证据，更没搞清楚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位好朋友。于是警方只能以过失杀人起诉他，被判处10年苦役。按理说凶手伏法，这场悲剧应该就此画上句号。可奇怪的是，真正离奇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就好像在那条河边发生的某种恐怖事件，给这片地方留下了一道邪恶的印记。也许这股诡异的气息原本就潜伏在那里，只是直到那场血案之后才彻底显现出来。案发期间，《边境晨报》与里维里纳时报的一位记者一直追踪案件线索，在调查途中，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安德伍德的人。
安德伍德家离命案现场不远，他说，自那起残忍的谋杀发生后，这一带就开始出现一些离奇又让人心里发毛的怪事。其中一件就是关于一个叫亚瑟·佩里特的男人。那时，佩里特完全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凶案，他兴冲冲地来这里扎营。可一到地方，他的2匹马就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眼神惊恐，躁动不安。奇怪的是，这种惊慌不仅没缓和，反而越来越严重。最后，马匹像是被什么吓得崩溃了一样，口吐白沫，猛地挣断缰绳，拼命往黑夜深处狂奔而去。对营地四周的简单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能让马匹如此惊恐的原因。第二天，困惑不解的佩里特在离现场几英里的荒野中找到了那2匹马，他们神情恍惚，漫无目的地游荡着，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更奇怪的是，1周后，佩里特再次路过这一带时，他的马死活不肯靠近上次扎营的地方。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找安德伍德，请求把马寄放在安德伍德的牧场里，好让自己安心离开。